Hello， 大家好，我是语言。在前2天我才说新区退游的事情，但是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个观众的留言特别显眼哦，就是这位观众把新区还有包括另外一位主播 Legend Ronnie 的事情全部都写出来了，基本上啦。那如果对之前主播有印象的观众应该都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啊，而且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候的主播其实是由官方提供一些可能资源啊，还有宝石有的报销之类的，你们可以理解为算是官方帮他们养账号，但是他们就拿着官方所提供给他们的账号去欺负其他的玩家，他们就去找官方投诉，后来官方是直接断掉了他们的一些补给，甚至有些犯错特别严重的主播都取消了签约，更加严重的就是 Legend Ronnie 的账号是直接被官方给停用了他原本被官方养的账号都被停用了，可以说当时候他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全部的官方主播。这个观众的留言是叫我讲新区之前先讲一下 ROC 以前的历史。为什么叫 ROC 呢？因为之前这个游戏不是叫万国觉醒，而是文明觉醒，简称是叫 ROC。但是因为那个影片呢，其实我并不是要专门讲所有的主播，所以就没有特别讲到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大多数的观众应该都是看华人主播的，所以我这边想要稍微提一下以前的华人主播有些是已经销声匿迹了，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当然我所说的华人主播是限制于在国际服啦，因为国服的主播其实我真的不太熟所以不方便讲，我怕会说错一些故事之类的。那在万国觉醒国际服最早的华人主播应该就是 Big Gaming 了。那我知道有包括一些什么其他的大主播啊，但是大多数应该都是官方赞助的，就是有接业配之类的，并不是专门去玩这款游戏的玩家。接着还有就是你们比较熟悉的乐仔，那他之前还是有在更新万国了，但是因为他玩万龙之后，再加上生活比较忙，就比较少更新了。另外一位就是我本人啦，哈哈，没错，当时候国际服的3大巨头就是我们3个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来了，我们3个刚好都是马来西亚人我没有想到这么刚好。我本人是在雪兰莪州的，然后乐仔他是在沙巴的，但是 Big Gaming 是哪里我就不确定，我知道他是马来西亚人而已。因为我们的口音其实大家应该都可以听得出非常特别，这个就是独有在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才有的口音，所以我一听就知道哦，这个就是马来西亚人啊那么先说一下 Big Gaming 啦， Big Gaming 当初会比较多玩家知道，相信应该都是一些攻略之类的。那他最早发布影片的时间是在2019年2月，因为他是属于比较早期发布影片的，然后出一些攻略，也比较多玩家去接触看他的影片，而演变成在我们3个之中他的订阅数是最多的那个时候啦，并且他的影片观看率也是我们3个里面最多的。当时候他所做出的一些攻略啊，还有一些小贴士其实还蛮好用的，而且当时候他的更新频率也算是蛮高的，只要有活动啊，有新的更新啊，他就会发布影片。那一开始我在看他影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讲话的方式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到后来感觉他说话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我不确定是不是身体上面出了一些问题，再加上这个游戏一直在慢慢改变了，然后玩家的质量也越来越高然后这影片呢真的不能糊弄玩家，是真的要很用心，要给一些专业的知识，观众们才会买单。但是到后来他有一些建议啊，或者是一些攻略呢，其实有一点不太实用，而且似乎他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去更新影片了，所以他出的影片呢，大多数都是清零哪一些玩家，什么玩家被集结之类的。因为 Big Gaming 在早期其实也算是很高频率去更新影片的主播。那说实在的，如果你是一直长期每天去更新影片的话，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内容可以讲，这个游戏来来去去就是这么多东西。那我相信大多数的主播是很难每天想到有什么新的想法去制作影片的。再加上你们可以看到他更新影片的时间段呢，其实那时候疫情也是逐渐消散，可以正常去工作，所以我觉得当时候他主要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他离开万国觉醒其实也没有讲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要离开啊？大多数的主播要离开游戏呢，都会跟观众交代发生什么事情，什么原因，为什么要弃坑。甚至在他 YouTube 最后发布的一个贴文，也是他离开这个游戏没有更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发布的贴文，也只有跟大家讲新年快乐，好久不见而已，然后就没有写其他东西了。而且也从这张照片也看到他本人是长什么样子。那其实我有尝试过想要去联络他，但是他本人好像都没有什么回应，然后人也比较低调一点。不过我相信从文明觉醒那个时代玩到现在的观众都知道 Big Gaming 是谁，
也算是一个时代的眼泪吧。接下来就是乐仔啦，相信大家对乐仔会比较熟悉一点啦，因为他在前阵子还有继续在更新万国觉醒，只是后来他跳槽去万龙之后就很少更新万国了。然后我没有想到的就是乐仔居然是我们3个里面最早发布影片的人我比他慢了那么一点点虽然我们发布影片的时间呢也算是开了服之后过了几个月吧，不过我们玩游戏的时间其实在很早之前呢，只是在比较后期才发布影片。那当时候乐仔也是出一些攻略影片啊，还有一些教学，而让更多的玩家去认识他，主要还是靠他的直播风格啦。因为在之前早期的时候，万国觉醒华人圈是很少主播是天天都在直播万国觉醒的，他就是每天在直播万国觉醒，而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到他。因为在直播的时候你可以马上问问题啊，有一些不懂的地方主播会回答你，再加上他说话的风格其实也是蛮幽默的，而且那时候甚至连我本人都会去看他的直播，会去追他的台。直到后来他被大佬看中了，对他有兴趣，那个就是1052，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知道了，就是奥西里斯联赛的冠军王国。但是在那之后，乐仔的风格就有点变了，他会变得怎么讲呢，比较高傲一点了吧，可以明显感觉到跟以前的那个态度有一点不太一样了。不过当时候的1052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玩家，他过去那边之后其实也学习到了不少东西，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其实他出的影片质量都还蛮高的，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还有做一些联赛直播啊，联赛转播啊，有官方邀请，可以说当时候他在万国觉醒华人圈里面混得风生水起，再加上那时候 B Gaming 开始慢慢撤退了，就变成剩下一元我本人还有乐仔2个在边互殴打来打去直到后来他所在的王国1052那边发生了一些事情，跟其他的王国发生了争执，再加上内部里面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变成王国流失了很多玩家，也渐渐的在奥西里斯联赛看不见1052的身影。那后来乐仔还是有持续的在更新影片了，但是可以明显感受到他更新影片的频率就没有像以前这么高，以前就是马上收到新消息就会马上更新，后来就是收到新消息之后可能隔1-2天才会更新影片，看来他的生活会比较忙一点啊。后来的事情你们应该也知道了，就是他跑去玩万龙觉醒了那在他玩万龙觉醒之前呢，其实他有讲过现在的万国觉醒完全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因为在以前万国觉醒没有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是看统帅的技能、天赋还有统帅的实用性来决定这个统帅到底好不好。那后来因为出现了装备啊、军器啊、水晶科技而让这个游戏越来越不平衡，就是看谁的钱比较多，谁的装备军器更好，就连 KVK 也是一样，就看哪一个王国丢的钱更多，谁就可以获得胜利，所以他才跳槽过去玩万龙觉醒。然后万龙觉醒的游戏机制他本人也是蛮喜欢的，但是跳槽之后问题就出现了，那可能是因为他玩2个游戏的关系啊，就变成他没有办法专注在万国觉醒。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万国觉醒影片呢有出现不少的问题，甚至那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测试的一些报告战报呢都是用模拟器来做测试的。我甚至看到有一些玩家说他已经变成模拟器主播了，就只是看模拟器的报告而已。直到现在我已经很少看到他更新万国觉醒影片了，现在其实还有在持续的更新影片，但是都是一些其他的游戏或者是万龙觉醒，也渐渐的淡出万国觉醒，就变成在这3位里面剩下我一个人还在持续更新影片，而且我更新影片的频率其实我看过了，是比我以前还要更高的，以前更新频率还没有这么高，所以我讲我本人是还蛮厉害的，这个应该没有人反驳吧。下一个要介绍的主播就是我最欣赏的万国觉醒主播，不管是外国的主播也好，还是中文圈的主播也好，我是最欣赏他的，就是许国芳。那老实说我是真的不知道国芳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的就是无意间我在更新影片的时候发现到有这个主播的存在，而且我去看了国芳的影片才发现到，哇，国芳做的影片质量是真的很高。尽管影片的剪辑能力不算是很高，但是他影片里面所教的一些教学全部都是很受用的，而且他的影片都是有一些精密的教学啊，有一些我们玩家看不懂的东西，他都会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跟大家说明要怎样去理解。那假设就算他的影片中有一些问题啊，有观众提醒他，他也是会虚心向学，他的人也比较谦虚，所以尽管那个时候我的订阅还有我的观看率是比他更高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的影片质量是比我高很多很多倍的。所以在以前我的影片中呢，会时不时提到国芳啊，希望大家去看国芳的影片，学习到更多专业的知识。那之后因为国芳他的王国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再加上他本人也是觉得累了，
在他退坑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他有回来过，但是一小段时间而已。那时候其实他有想要直播，但是因为他家的网络其实真的不太行的关系，再加上他的设备也不行，最后他也只能选择放弃了。那国防的离开，我觉得算是在万国觉醒华人主播圈里面最大的损失之一。下一位就是种种了，那其实种种算是弃坑了吧，我不确定诶，因为在前阵子他移民过去960之后，因为不太活跃的关系被清零了。后来他是有回归了，然后回归又过了几个月之后，又好像没有声音，所以我也不能确定种种他有没有再继续玩了。我感觉他应该是半弃坑了吧。那时候种种的特色就是因为他讲话比较简洁，不像我们会讲一大堆废话，可能我们讲话的方式不一样吧。然后他讲的中文也比较清晰，再加上那时候他会做一些测试、冷知识，还有做一些专业的数据跟大家解说。但是他的影片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字幕，不过其实他讲话很清晰的，就算没有字幕我也是可以听得很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还有基本上他的影片都是没有什么剪辑的，只是最多上几个字之后就没有东西了。不过这个也算是他的特点之一啊，也算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口条清晰，他所想要讲的东西思绪全部都是很清楚。因为像他这样子的影片比较少剪辑呢，除非你是真的已经想好我都要讲什么东西，否则你后期还是要靠剪辑。然后他影片所讲的一些内容都比较简单明了，所以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也是因为他这些特点而关注他的吧。那么之后的事情你们应该也知道了，他好像是看了960跟307那一场 KVK 之后就移民过去960，但是因为960的强度真的是太高了，他也没有特别活跃，所以最后他的账号是直接被清零了。那么在前面我讲过他有回坑一段时间，后来又完全没有声音了，我觉得应该是跟不上游戏进度了，因为在这个游戏只要你不登录或者是不玩那个游戏好几个月，基本上你是很难再跟上现在玩家的进度了，除非你去买账号。下次更新比较大的就是军器还有装备，装备还可以靠钱，但是有部分的装备不能去弄了，比方说失落之地的头盔还有武器，但是军器是完全不行了，你必须要买礼包，而且除了买礼包之外还要看你的运气。这些问题也算是这个游戏的短板吧，只要你退坑了一段时间再回归的话是很难跟上进度了，不像其他的游戏，就算你退坑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回来玩的话还是可以跟上进度，再加上现在玩家流失的太快，就算是回坑了之后也是优先玩而已。以上所介绍的这几位主播呢，都是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主播，也算是时代的眼泪了吧。其实我一直想着要更多的主播去做万国觉醒影片但是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官方他们并不特别去推广国际服万国觉醒的华人主播。像之前有跟官方合作的就只有乐宅，然后明总，其实我本人也是有短时间跟官方合作，那时候是奥西里斯联赛直播。不过后来的事情你们应该也是知道了，其实官方有找我想要做正式主播，但是因为游戏的理念不一样，我是想要为玩家发声，但假设我跟官方合作的话，我就必须要听官方所讲的东西，我的每一个影片都需要他们审核，不能再骂官方了，所以我才会决定不跟他们合作。所以事实上呢，官方是有找我做官方主播的只是我拒绝了而已。不过其实我本人也不后悔因为假设说我跟官方合作了之后，可能你们就看不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影片，或许我说话的风格就需要改变，我不能再骂官方指责官方，甚至我不能为玩家发声，甚至我所做的每一个影片都只能夸莉莉丝，也不会看到有这么多有趣的影片了。至少我现在还是可以天天做一些 drama 去骂一些玩家，骂一些王国，甚至骂莉莉丝都没有问题但是当然的，没有合作的后果就是没有办法赚到更多的钱那如果是说到钱的话我确实后悔我当初应该按着良心去跟官方合作的不过今天的影片主要还是要讲一些已经弃坑的主播，或者是没有在更新万国觉醒的主播。不过说实话，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少华人主播去做万国觉醒的影片了，主要也没有跟官方合作没有补贴，万国觉醒又花这么多时间，除非你是家里真的非常有钱之外，否则要继续做下去是真的很难了。那我的想法其实都是想要推广更多华人主播的频道给大家认识的，因为其实万国觉醒这个圈子很小的，你的观众可能就是我的观众，再加上我本人其实也不怕有影片冲突因为我本人做影片的那个想法呢，可能跟其他的主播不太一样吧。像我制作的影片类型，其他的主播都没有在做，而且不同的主播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所以我是很建议大家去看其他主播的频道，
可以学习不同的东西，偶尔换一下口味。我相信天天看着我的影片，大家也会觉得无聊，也会想要吐了吧。甚至不是华人主播的频道，我也是会去推广啊，去跟他们交流之类的。因为真的有很多主播全部都是靠自己的，没有官方的帮助，可能最后会撑不下去，只能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主播慢慢消失。所以今天的影片主要就是讲这几位主播啦，虽然有一些主播有跟我吵过架啦甚至有一些玩家给予他们不太好的评价啦，但事实上他们确实是有为万国觉醒这个社区贡献过，而且我相信我现在的观众其实有一部分也是他们的观众之一，是真的因为他们没有在更新影片了，而逼不得已要天天看那个议员做的垃圾影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主播我是没有介绍到的，但是我也不想要把影片做到这么长啊，我现在看我录音的时间已经要16分钟了，所以今天就暂时讲到这边啦，也不要讲得特别详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能之后还有下一期吧。不过我觉得不太大可能啦至于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